在吉隆坡有一个住宅区，居民曾经集体签 petition 告上法庭，不是要求什么大事，就只是不想要太多的高楼大厦建在他们的家门口。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而这个地方就叫做Taman Desa。所以你今天开车进来Taman Desa还是相对低密度的感觉，这就是居民用行动保住的地方。今天我来到了这里Taman Desa，带你们看看一个只剩下3套单位正在售卖的 Ready Unit， 它就是 Council Resident。讲一下Taman Desa这个位置，你或许听过，或许都天天经过这个地方Taman Desa，但是可能你不了解Taman Desa，它是一个很低密度的住宅区来的，在这里应该是华人为主，然后这里已经有成熟的商圈，有很多的店铺啊，你来了你就会知道。然后为什么这地方没有大 shopping mall， 没有地铁，但是还是非常的受欢迎呢？那是因为它刚好夹杂在Bangsar Mid Valley KL 跟 PJ 的中间位置，它是一个必经之路，所以住在这里，你无论是出发去上班，去 KL 上班，甚至去 PJ 上学，去 College University， 又甚至是你要去到Bangsar，甚至是 Auckland Road 的话它都是在旁边而已，所以那个距离大概是一个10到15分钟左右，非常的靠近的。所以这个地段再加上它是一个低密度的社区，要起的项目不多，所以我才会有今天这个视频给你们介绍这个钢交楼，但是还有单位正在售卖3间左右。那这边的定位很简单它是一个低密度 0.77 acres 的一个地皮，它只盖310套。那现在有的单位全部是3房2侧来的，中产家庭需要的户型啦，1023 square feet。所以为什么会介绍这个项目？是想给大家看看这个曾经标榜日式公寓的这个公寓，现在交楼了，到底做成怎么样其实我是看到很多人的评论都讲，哇，这里比以前还没建好的广告好太多好像很美所以我才会想要好奇来看看这个项目到底做成怎么样，我们就进去看看了。哇，这个就是曾经标榜是日式公寓的 Council Resident 的大堂整个酒店这样子，这范围上叫 SCP 我觉得我要重新 study 一下这开发商的整个背景，他做的楼还蛮漂亮的，因为毕竟这个价位我没有 expect 到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啦。overall 非常的舒服，像酒店一样。这里算是一个大堂呢，这里serve这310户单位，它可以做到这样子的水准，同时间放了一个像是侧松 bonsai 的 design 在这个大堂里面overall 它确实是有一种简单美，然后有一种大自然的感觉的。我们再往后面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像是要去做按摩一样有点像你知道吗？我过后才发现到这里是管理处 Management Office。哇，好像很久没有看过这样子界的一个公寓了。就是说，在这个 lobby 你往上面走，就是 Management 处理你的家的那个水电的事情。这树我帮你们摸过了，这个树是假的，所以它永远都这么好看。好消息是这样，坏消息就是它不是真的。这开发商做的这些设计它比较老人友好。这边除了有楼梯之外，旁边有 speed ramp 可以直接下来去后面取你的包裹，还有信件。这个公寓因为它很低密度啦，所以它留了一个这样子的空间，需要刷卡才可以进去的。所以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邮箱，还有我们的那个包裹全部会放在这里的，里面同时间是有 CCTV 照着，所以不会拿错或者有人偷你的包裹咯，都已经是有这些证明的。然后右手边这边有一个预留空间做 Kindergarten， Council Resident 正在积极的handover 当中所以你里面看到的这些人都是最近刚刚拿钥匙的人来的。OK， 所以基本上大堂这里是介绍完了的，我们现在要上去看看。哇，我们进来这个大堂就是准备上楼上，经过这走廊，我以为我在 Star Hill 有这种感觉。我进到来这边呢，它这边是有3个电梯的3个电梯 serve 这整栋楼因为它很低密度，所以是已经足够了的。每一层的那个 lift lobby 都是这样子的大玻璃 so that 你可以看得到外面的那个景观。整个在这里的感觉就是很通透，很简单，很 straightforward 的感觉，好像一步我就出来大堂，一步我就上去 management office， 一步我就去拿到信件。甚至这里的 car park 也是非常的直接的，它是短这样子转得上不会所谓的要转去某个角落找 parking很直接的，这边整栋楼
OK，来到了第8楼最漂亮的地方，这边是所有的 facility 聚集在这里的啦。你看到一个像是竹林这样子的设计，因为标榜着日式公寓嘛，一定少不了竹啦。来到这个地方的话，是模仿像竹一样子的 chill out area， 所以你可以坐在这里，好像跟朋友 chill out， 坐在这边聊天。来，我们来前面看的话哦，这里就直接看得到一个游泳池啦。这个游泳池应该是我很喜欢的设计。如果今天你给我选完全暴露在太阳底下的泳池跟室内游泳池，我选哪一个嘞？我会选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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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现在这个样子天气热的时候我就游这一边我想感受太阳，我游外面我等如果孩子在游泳，我想等他的时候，我会坐在这里，起码不会晒到太阳。这个设计就非常的不错，很好一下的。然后我们再往这里看的话，我们也有一些休闲椅，太阳不大，好像现在我会坐这里啦。然后看后面这个部分哦，你看了很多 pebble stone 碎石的这个其实也是效仿着日式那种 Zen style 的这种风格啦，所以到处都可以看得到一些绿色跟大块的这种石头。OK， 再往后面走的话又回到去刚刚我那个竹林那里了，它就是一个圈来的。晚上来这里吃饱饭帮助消化散步的一个地方啦。OK， 我们往这里走好不好？好，看完了这个泳池你们看到上面黑色这边不用怀疑这个就是 elevated floor， 它是我们健身房来的，要通过楼梯这样子上去。所以每次去到健身房之前你都 warm up 了一遍因为你要走楼梯嘛。来，我们这里看 fitness suite， 来先 warm up。哇，这个健身房在 elevator 上面的，然后上面这边的器材已经是非常的多，然后同时间这个健身房也有一个推拉门，我打开它就是一个阳台。因为什么当我们已经是出了一身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吹风，或者有些人会选择在外面冥想，坐下来开个 yoga mat 是有这样子的用途的。那同时间我们这边可以玩得到市区的景观，看这里的话啦，我们可以在那边看到那个 TRX、KLCC、PNB-18还有 KL Tower 的景观。这里的器材其实相当的足够的，因为这里已经有4个 treadmill 了，还有一些这样子的举重器材比较新的公寓开始就会有这种设施了的。OK， 我们再往前看。这里就开始是那个dumbbell 的区域了的啦，然后这里还有另外几个这样子的weightlifting 的器材。这个地板虽然它看起来像木的啦，其实它是 rubber mat， 所以它耐摔的。中间有一个这样子的 waiting lounge， 如果突然间下起雨来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回到你的公寓里面就不是在外面晒着太阳的。比较少有的设施就是我身后的这个 onsen hot bath 啦。所以平时你只要turn on 旁边的这个 switch， 它会有热水，它有 SPA 这样子的功效。这个喷水池它应该是模仿回日式风格这样子啦，所以这个算是很特别的，别的公寓看不到。然后在后面这一边呢，还有一个多功能宴会厅，以后是可以租借办活动的。所以你看一个这样子 compact 的小型的公寓呢，它所有这些 practical 的设施全部聚集在这里，不需要走到很远，大家都在一起。OK， 所以你可以办一个比较大型的活动，又可以游泳，也可以吃东西这样子。然后来到这个游泳池的尾端，甚至还有一种这样子让你躺的 jacuzzi， 躺在上面看着外面的风景。也是很不错的。到了这边呢，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设施。然后来到这边又是做了一些像是日式这样子的种植。然后这个地方是小孩子玩的设施，我觉得这个 playground 非常的有意思的，因为还是会让我有一种想玩的感觉像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人呢，我觉得他们应该会非常喜欢，比较有诚意的 playground 啦，这个比较特别一点点。Kenso Residence 的顶楼就是看吉隆坡城市夜景最漂亮的地方了。这里是第42楼，来，我们通过这个 Pebble Stone 这里到了晚上吃完晚饭过后可以来这里欣赏夜景啦。好像比如说countdown还是新年我觉得这个就是 best spot 去看那个吉隆坡夜景放烟火的地方。这些设计全部都是那种效仿日式风格这样子啦，所以又是看到石头，还有一些像是竹子的这些设计。OK， 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 actual unit， 要卖的单位就是这样子的啦，1023车，它是3+1房来的，所以这个单位它已经是转角，后面只会有另外一个邻居不了，其他邻居不会经过这个门口。OK， 然后除了有个大的玄关位置可以做到多空间的鞋柜之外，这个户型，来我们看看里面到底长什么样。然后这一间呢，它的楼层其实只有13A， 所以我们算是一个低楼层来的。然后来到这个空间呢，我觉得整个户型算是很传统的那一种3个房堆在一起的。那个阳台不会做很大的，就是2尺微而已。然后它全部是给玻璃的，
其实讲真，这个 price range 来讲呢，它给到玻璃的，我觉得它的诚意啊还是有的。现在我们看看外面的景观，可以看得到Taman Desa附近的这些旧的公寓，还有一些 landed house。从这里可以很清楚看得到Taman Desa其中一个很旺的这个商圈，所以这边有 Watson KFC、碗汤面、五冠鱼头麦、日本餐屋 house， 全部其实都是在这一边的。在这边的旁边呢，曾经有一个 food court， 但是 food court 已经拆掉了啦。然后旁边呢是有一个 McDonald， 还有一个油站在旁边的，所以你的周边就是这样。来到这个客厅，第一个注意到的其实是这个地砖，因为这个地砖比起平时的话呢，它是有一点特别的，就不是米黄色，它有点像 marble 这样子的 texture 但是它特别的 glossy 啦，这个就看个人的喜爱了，相信有人会喜欢。就算如果你不喜欢你铺 SPC 这个户型的话，大概是几千块罢了，所以不会很贵的。OK。然后来看看这个位置，这边是赶厨房的空间，所以这些柜子全部其实是已经有了的。OK， 柜子全部是发展商有给。这边你也看得到这个 washing machine 还有 dryer 2合1，冰箱是这个2门开的，这些全部有。讲到电磁炉的话，它全部给的是 Electrolux， 这个洗衣机、烘衣机也是 Electrolux 这个也是冰箱 Electrolux， 大家都一样。然后它是一个平凡的户型当中有一个很大的 yard 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房子预了这里是拿来做 back kitchen 的啦。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中产家庭，有请工人的打算好消息，这里就有一个房间安顿它下来 ，OK， 你可以解决到这个需求。如果你真的是短暂时没有关系，把它变成储物间 storeroom， 放你的行李其实是 OK 的。然后来到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放那个 washing machine 的地方来了，你可以选择放在这里。然后这个空间你也可以充分利用，可以吊一些衣服的，你可以做一个晒衣架在这边，很大风了这里 ，OK， 风很大，透风的。重要的就是你的工人的这个房间也是有窗口的不会是那种很惨密室的那一种，它是有窗口的。就算是旧楼都好啦，你看他们有定期的去维护了。这里Taman Desa的人他们比较有素质一点的，就算是旧楼，他们也维护得很好啦。这样子的一个氛围。OK，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人房间。这个房子我会觉得整个是 practical 的，不会太大，但是它也不小就是足够，好像我们这种家庭一家4口住在一起的这种就是 very good 的。其实重点就是这个价位700多块 per square feet它给的是全落地窗，看着外面的这个景观。如果评论区那边你们可以留言还有哪里的公寓大概是700多块 per square feet 给到这样子的话，你们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我要过去拍拍看。OK， 因为这个我觉得很不错。我介绍太多 property 了，很少会给这样大的窗口，这个很良心一下。对，这边还有留了一个边线呢，其实是让你装那个 smart curtain 的。然后这个空间很明显，这里就是那个床咯，这里是做 dressing table 的地方。衣柜的空间可以做一个 L shape 转角够用的，但是不会长太大啦，不会太大。来到这个浴室，镜子有，这个下面柜子都可以。所有的这些 brand 都是 American standard， 不错的。然后它连 shower screen 都有，这 shower screen 有细节你看你有看过这样的吗？这个有可能是空间上的妥协，但是我觉得这个 design 是很实际的很实际的。就算你的门开了啦，你不会觉得它不突兀，而且很省位置。它还可以在这样有限的空间做到 rain shower， 同时也通风是亮的。这个 design 我给95分。我们看看其他的房间。这个是2房所以2房会有不同的景观，就是说跟客厅是不一样的 view 的。现在我们这里看的话，可以看得到那边的那个湖，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树林，这样子非常的不错Mid Valley 在当下，这个空间大小不输主人房的一样，这边是放一个 queen size 的床，这边的衣柜你可能可以做得更加的大了。当然，如果你做了的话，就可能放不下那个 dressing table 了这个看你们自己的安排。反正这个房间留给小孩子我觉得是可以睡到他10几岁没问题啦。OK， 这个房间的话你可以打造成一个工作间，其实是 OK 的。因为好像中产家庭一家4口就是2夫妇住一个房间，孩子2个，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他们可以睡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房间可以暂时变成study room 工作间。所以这边一样的，它有一个这样大的窗口，就会让我觉得它空间感很好啦。那它是方正的，容易摆放。
就算你今天是很热情，想招待亲朋戚友，偶尔来你家过夜，这边变成 guest room 也完全没有问题。再看看这个厕所，这边是第2个厕所啦。好像我整天介绍的房子 shower screen 是有提供的，但是只有主人房有，这边不是的哦，每一个房一视同仁，全部都有哦。你看啊，它给到完 ，OK， 给到完，一样有 rain shower， 一样有窗口，一样有这个medicine cabinet， 全部是有，镜子也是有的啊。它不会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但是我觉得 shower screen 它是贵的，它全部都有给到 ，OK。然后它的品牌哦，全部给 Electrolux， 不要忘记哦，700多块 per square feet 哦，这样子咯。然后它的楼顶哦，感觉是有一点高的，你有觉得吗？好像比较高多一点点的。那同时间它的这些 socket 它都是有预留一个是做那个 smart curtain。OK，smart curtain， 我目测这个冷气机它有附送在里面的，我看都有超过2个 horsepower 以上，它是有的。因为通常1码半或者1码它是比较小一点的，这个应该是有2码或以上，这些都包含在里面。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中产，你的预算是打算每个月 installment 大概是一个3000块出一点。3000多块拿来供一个屋子，想要马上拿到房子的话，这个屋子简直就啱你啦！你简单装修一下，其实就可以住了的啦。那它的 location 已经是很靠近 Bangsar Mid Valley、KL、PJ 这些地方，甚至如果你反方向偶尔去探望你的父母是住在 Cheras 的话，这里去 Cheras 也是一条路而已，你知道吗？偶尔星期3巴萨马拉嘛，这条路直直下康乐其实都是 OK 的。但是这里还是更靠近Bangsar PJ、KL 多一点啦。所以基本上这个 Cancel Resident 我们现在剩下的户型基本上都是1023房车，都配有2个 car park side by side 的这样子咯。OK， 好，看完了 Cancel Resident 这个项目呢，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会推荐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大家都说这里比预想中来的好。这个项目其实在好几年前还没建好的时候，公司就一直都在代理着这个项目，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留意到，因为Taman Desa它算是一个很低调然后它不是大陆就可以随意看到的一个公寓，所以我就忽略了。直到现在我看到，我觉得哇，还真的是还蛮不错。那这个项目呢，我总结几个点如果你今天的预算大概是700-800千，然后你想找3房以上的呢，这个会蛮适合的。你来到这个氛围呢，你可以看到周边的这个大堂设施还有它的这个 material， 整个像是一种酒店一样的 ，OK。然后设施的话虽然不是很多，但是还已经足够应付310户这个密度了，算是很低密度，同时间有足够设施的一个公寓啦。然后这边的话700-800千的预算你就可以买到，也就是说 monthly installment 月供大概是3000多块钱。如果这个是你想要的话，同时间你有需要多一个房或者你有请工人的话，这里的户型1023尺是满足得到你的。OK， 你有1台车以上的话，这里有2个停车位，然后这个房子非常的 straightforward。你来了解的话，我们这里还有3套可以给你选，3套都是比较低楼层的啦。OK， 如果你是想要安排来看的话，你联系上面这个联系方式，然后找到我的助理，我就可以安排到给你看了。然后除此之外，如果你的要求是看了这个房子非常的喜欢你可以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啦，或者你是想着这个地点还蛮不错这房子也不错，但是有没有类似的，但是不需要那么快交房，你需要等几年的呢？没问题你可以在下面留言 comment 一个我还要这样子的话，我就准备好了一个 property insight 懒人包，准备发给你看看我们周边还有什么选择可以让你买得到啦，让你开始安排你自己的安乐窝这样子。OK， 那其实这个地点Taman Desa呢，很多人都不会陌生了的啦，你每天经过都说不定。OK， 所以你只是很简单，你只是需要去 Google search这个 Cancel Resident 去到你上班的地点，你就知道到底有多么的核心，多么的靠近，多么的方便。OK， 在Taman Desa生活的话，你一定是开车了的，但是它可以让你非常节省交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去到一些我们吉隆坡最 hot 的地方 ，PJ Bangsar Mid Valley、KL， 甚至是 Oakland Road， 甚至是你要去到Sunway，都是大概20分钟的车程而已，不需要去到动不动就半个钟40分钟这个就不会。而且加上我们这里是低密度，周边也不会建太多的高楼，这里完全不会密集，是一个成熟的华人区。如果这是你想要的话联系我们，我助理这里会安排你看房子的啦然后如果这个视频你是喜欢的话，记得 like follow subscribe 我们的 channel。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找这房子，觉得这个房子或许适合他，分享给他看 OK。然后或者还是那一句，想看其他的房子，你在下面 comment 我还要，我就可以发给你了 OK。我是 SY， 我会定时的一直发
一些不同的房产开箱视频的，然后留守我们的 channel，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OK，拜拜啦。